卧底身份暴露，行动失败被俘，本以为死路一条，意外获救却被藏至荒无人烟的孤岛。本以为深爱的他是在救我，然而这孤岛竟是黑帮叛徒的流放地，就连最亲近的人都视我如仇，甚至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了1年，终于逃出时，却看到他与我的兄弟亲密相拥。楚瑶，1年前被俘的其实还有我，你为什么只救我，不救我哥？他顿了一下，无所谓的笑了。我爸只允许我留一个，你是这么儒雅爱干净的人，我哪舍得你受苦？他随口一句话，却如寒风刺骨。转身之际，却遇到一个女人。周先生，有没有兴趣做个交易？女人浅浅一笑，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孤岛的首领骆楚瑶的小姨骆清然。好，骆楚瑶，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傍晚时分，大雨倾盆而下，骆楚瑶撑着一把长柄伞从轮船上下来。1年不见，她消瘦不少，面色带着不正常的病态，却依旧清冷淡然。云婷，你的眼。她眉头轻皱，举手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的眼睛曾被那些流放者毒瞎过，或许是孤岛上生长着不知名的药草，我吃野草充饥的时候，竟然意外治好了眼睛。那天和骆清然定下口头约定后，他让我回孤岛装瞎等消息，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他用了什么方法？骆楚瑶果然来孤岛接我了。我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笑着跟他走上船。没关系，总算让我等到你来接我了。骆楚瑶的脚步一顿，动了动嘴唇，但终究什么都没说。我看破不说破，听话地跟着他回到骆家别院。刚踏进后院，我弟弟顾林川抱着一个半岁的婴儿迎了出来。楚瑶，怎么去了那么久？我们宝宝一直哭怎么办？我不动声色地握紧了双拳。原来他们连孩子都有了。骆楚瑶娴熟地接过孩子，开始换尿裤、喂奶粉，一切做得如此自然，哪里还有在外人面前冷若冰霜的模样？顾林川和他一起逗弄了一会儿孩子，才转过身对着我假惺惺地挤出2滴伤心泪。哥，你真的瞎了吗？都怪我自己，要不是我疏忽被人识破了身份，最终被抓，楚瑶也不会为了救我，故意暴露你的卧底身份，把他爸的视线转移开。说到这，他才突然捂住嘴巴。楚瑶不会还没跟你坦白吧？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骆楚瑶赶紧把孩子交给保姆，心虚的连看都不敢看我。云婷，你要怪就怪我吧，那次就是个意外，我和林川有了孩子，为了不让孩子没家，我才决定嫁给他。其实让你回来，是因为听说我小姨也要结婚，她是骆家的私生女，虽然只比我大1岁，却野心勃勃，没啥权利，大1岁，却野心勃勃，没啥权利，肯定会趁2边办喜事闹事。林川身手没你厉害，偏偏还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希望婚礼那天你能替他出场。如果换做以前，我早就炸了，可这回我却异常冷静。骆楚瑶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刚想开口，顾林川突然冲我跪了下去。哥，我知道你憋着一肚子气，你别怪楚瑶，有次我俩喝多了，他把我当成你，可孩子都生了，求你就成全我们吧。我儿子还小，不能让他背着私生子的身份，也不能没了妈妈。他这一跪，骆楚瑶心疼的不行。林川，你身体不好，别一动不动就跪下。他不耐烦的瞪了我一眼，动作麻利的把顾林川扶起来，语气也变得急躁。云婷，你就一点都不心疼你弟弟下跪吗？我心里早就凉透了。从他接我出来到现在，他一次都没关心过我这1年怎么熬过来的。结果为了不让顾林川跪了，反倒怪起我来。一眼瞥见顾林川脖子上的项链，顿时攥紧了自己手里那条一模一样的。这2条项链本来是情侣款，骆楚瑶还专门在里面装了个特殊芯片，我要是遇到危险，他这边可以收到信号。可这1年我好几次都差点死在里面，嗓子叫哑了。他从没来救我，原来他早就把项链送给了顾林川。讽刺的是，我那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为了护住项链，把顾林川安顿在椅子上后，他才终于意识到我看不见，语气缓和了点。云婷，林川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没得到你的原谅，他都不能安心娶我，你真的不该怪他。顾林川从小就和我争个不停，他哪里是真的要我的谅解，明明就是来炫耀的。既然如此，我也乐意成全他。父母不在了，兄长如父，我该帮你娶妻。我最后一次攥紧项链，摊开手把它递给骆楚瑶。他愣了一下，盯着项链低声道：云婷，这项链是我送你的。我飞快打断他，我看下个月3号挺合适，你们赶紧把婚结了吧。说完，我红着眼睛踉踉跄跄的跑出去。刚跨出门口，我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和刚才的忍气吞声完全不是一个人。1个月足够骆清然做足准备了，你们欠我的，我要你们全都还回来。我故意在台阶上摔了一跤，紧接着就听到骆楚瑶追过来的脚步。云婷，你没事吧？他把我扶起来，我红着眼睛却没掉泪，尽量让声音平静些，可闷闷的嗓音还是暴露了我的心碎。你俩什么时候开始的？骆楚瑶愣了愣，眼里全是无奈和纠结。他一句话没说，把我拉到石凳上坐下，像以前一样细心的帮我擦手。云婷，已经发生的事就别再计较了，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你答应我，别怪孩子。等下个月婚礼办，已经发生的事就别再计较了，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你答应我，别怪孩子。等下个月婚礼办完，我会好好补偿你，到时候你想怎么闹都可以。我小姨心狠手辣，林川根本应付不了她，我得趁婚礼把她收拾了。婚礼那天我会提前在茶里下毒，你啥大场面没见过，替林川给他敬茶最合适。他说话温柔的让人发腻，可每个字都像刀子扎在我心口。骆楚瑶打的算盘真是滴水不漏，拉着我亲弟弟背叛我。
还想榨干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他手里还攥着我刚才还给他的项链，我摸索着帮他戴到脖子上，眼神呆滞地盯着前方，余光却瞄到项链微微闪过一抹红光。过了好一会，我才点头配合。你知道亏欠我就行，但你小姨疑心太重，我怕还没靠近她就被看穿了。要不你把洛家的核心机密和帮派调令让我带在身上，这样既能保命，也能吸引她放松警惕。好吧。洛楚瑶有些犹豫，本来不想答应，可他看到我手心那片血红，最终还是妥协了。我松了口气。到了晚上，顾林川抱着孩子进了我房间，他一进门就直奔主题：哥，你命真硬，不过你别想把楚瑶抢走。刚说完，他就使劲掐了自己儿子的胳膊，把孩子硬塞到我怀里，孩子立刻哭得撕心裂肺。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顾林川得意地笑着，迅速把自己衣服抓乱，还用力撞了下桌角。哥，别伤害我儿子！鲜血顺着他额头流下来，他却满脸惊恐地跪在地上。洛楚瑶冲进来，就看到这一幕，他看到孩子胳膊上的淤青，脸色彻底阴了下来，气势汹汹。周云婷，你找死！不是我！啪！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洛楚瑶怒火中烧，揪着我脖子把我提起来。周云婷，我说了，只要你老老实实，我给你的补偿绝对不会少。为什么你这么狠心，对你亲弟弟和孩子下手？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现在就废了你的手！他抓住我的右手，猛地往反方向一扭，一阵剧痛袭来，我清楚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断骨戳破皮肉，在灯光下格外吓人。我惨叫一声，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拼命忍住还手的冲动，任由他把我像垃圾一样甩在地上。我怎么会忘了，她是黑帮大小姐，洛家的狠毒都刻在骨子里。云婷，我一再忍让都是因为亏欠你，但不代表你就能暗地里伤我的孩子，你太让我失望了。他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着我蜷在地上，痛得抽搐的样子，眼底还是闪过一丝不忍。顾林川猛地瞪了我一眼，抱着孩子喊道：楚瑶，孩子晕过去了。哥，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可孩子是无辜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洛楚瑶脸色瞬间变了。你做了什么？洛楚瑶脸色瞬间变了，急忙抱着孩子去找医生。手腕的剧痛让我昏了过去，躺在地上不知什么时候才醒，直到我又被疼醒。蛇！这才发现自己身上全是蛇，我吓得满地打滚，惨叫不止。无意间看到门外站着洛楚瑶和顾林川，心头一沉，顿时明白了，他知道我最怕蛇。以前我救过他，被蛇咬后就一直怕蛇，他还承诺过，只要他在，绝不会让蛇靠近我。可现在偏偏是他用蛇来折磨我。为了不让他发现我在装瞎，我索性放弃抵抗，任由冰冷的蛇一口口咬掉我的血肉。林川，现在满意了吧？你哥最怕蛇了。他死死盯着我，藏在背后的拳头握得指节发白。顾林川赶紧打圆场，明明是帮我说话，但我却能听出他话里的阴险。楚瑶，算了吧，我不生气了，他大概也不是故意的。好在孩子没事，不如就让哥关在这里反省，别闹太大了。洛楚瑶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可面对我时还是板着脸。云婷，这就是你和林川的区别，同样是双胞胎，你们却一个天一个地。我终于撑不住晕了过去，一直到有人拿冷水泼醒我，身上又冷又疼，我差点喘不过气。顾林川狠狠挑起我的下巴，还踢了我几脚。哥，你知道楚瑶为什么会变心吗？我预感他接下来的话会让我彻底崩。你知道楚瑶为什么会变心吗？我预感他接下来的话会让我彻底崩溃。下意识捂住耳朵，他又强行拉开。我告诉你，其实他从来没喜欢过你，接近你就是为了拿到组织核心机密，你还蒙在鼓里吧？爸妈加上组织里的书本，全被楚瑶一锅端了，尸体都烂了。哈哈哈！我像被雷击一样愣住，眼泪哗哗往下掉。突然，我绝望地吼了出来：不，顾林川，他们也是你的亲人，你怎么能这么狠？这一刻，我心里只剩下滔天的恨。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变得狰狞可怖。我只是为自己争取罢了。像洛楚瑶那么优秀的女人，我不可能拱手让你，所以我什么都不顾也要抢过来。抢！他根本不给我问话的机会，直接锁门走了。第二天夜里，房间里突然多了一瓶外用药，这药对骨头恢复特别管用。到了婚礼前1周，顾林川像脱狗一样拽我出来，让我在院子里试礼服。不管旁边人都在，直接让人扒掉我的衣服。哥，你身上怎么那么多伤疤？真恶心。对了，听说岛上的人都挺变态，你不会呗？他扫了眼洛楚瑶，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我捂着胸口的衣服，冷笑一声：不会吧？洛楚瑶是不是不让你碰她？你寂寞了，也想去试试？他气得跳脚，扬手就要打我。洛楚瑶死死盯着我背上的伤，手里的杯子都捏碎了。住手！顾林川还……洛楚瑶死死盯着我背上的伤，手里的杯子都捏碎了。住手！顾林川还真没见过洛楚瑶发这么大火，吓得再也不敢胡闹。不过洛楚瑶看我时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复杂。婚礼前一天晚上，外面雷声大作，他喝得醉醺醺的，不知怎么就蹲在我房门口坐下，一个人抱着酒瓶念念叨叨，慢慢睡着了。云婷，5年前被你抓住的女孩是我妹妹，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她？她才15，被你毒害后变成植物人，再也没醒过。如果你没那么狠，我也不会对你下狠手。5年前，我愣了下，的确，5年前我在基地附近抓过个可疑女孩，原来她就是洛楚瑶的妹妹。可我明明让顾林川放了她。我麻木地换上深色衣服，趁没人注意溜出房间，前进后院那个梦幻房间，果然在床上找到沉睡的女孩。她和5年前没什么区别。我嘴角翘了翘，给她喂下一粒特制药。洛楚瑶，明天婚礼我送你的大礼，你可要收好。其实她的妹妹并不是生病，只是中了组织里研制出来的毒罢了。要是洛楚瑶突然有天发现误会我了，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
婚礼这天，骆楚瑶天没亮就守在我房门口，看到我穿着礼服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朝我走2步，神色有一瞬间的恍惚。云婷，我站着没动，空洞地望着前方。在顾临川的提醒下，他才后知后觉把骆家的核心机密以及黑帮调遣令交到我身后的保镖手里。哥，还有这个。顾临川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十分恼火，直接把一个红色的托盘放到我手里，还不忘反复交代：哥，这个就是你待会到了小姨家要给他的敬酒，路上小心些，可别撒了。好，我若无其事的接下。骆家有个规矩，要是长辈和晚辈同一天结婚，晚辈在婚礼当天要坐着婚车到长辈家敬酒，之后才能回来举办婚礼。见我不走，顾临川以为我害怕，直接提着我的左胳膊往门口走。哥，放心吧，楚瑶派了保镖跟着你，你不会有事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和骆楚瑶暗暗对视一眼，他只是微微皱眉，但没说什么。我装作没看见，握紧了手里的大红托盘，跟着他们走到门口。在临上车前，我突然顿住脚步。楚瑶，你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他愣了一下，死死盯着我托盘里的酒，眼里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挣扎。去吧，我笑了，头也不回钻进婚车里。其实我还给骆楚瑶的项链被我改装了一下，不仅可以报警定位，还能窃听。他们交给我的酒下面其实装有炸弹，只要我敬酒的时候端起来，便会当场引爆。我身边的保镖说的好听是为了保护我，其实是为了方便在我敬酒之前带着这些重要东西回来。骆楚瑶，你这是想不费一兵一卒让我送死啊？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婚车缓缓启动，升起的车窗就像是将我们彻底隔绝在2个不同的世界。骆楚瑶不知为何心里慌得厉害，不由自主地追着跑了几步，车速越来越快，他心头像被撕走了什么，疯了似的追着车后喊叫：云婷，楚瑶，这是我哥欠你们骆家的债，你不会忘了吧？想想你可怜的妹妹，好好的年纪却只能躺在床上，别忘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婚礼，我哥不过是个弃子。顾临川急得不行，赶紧冲上来拦住他。他望着骆楚瑶那失魂落魄的样子，眼里全是委屈和不甘。骆楚瑶心里乱作一团，明明顾临川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可他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明白了，让我冷静一下。他习惯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陪着妹妹，今天刚走进妹妹房间，他猛地瞪圆了眼，激动的话都说不明白。婉婉，你醒了。骆婉婉昏迷足足5年，医生查不出原因，如今她竟然睁开眼坐了起来。顾临川也跟着进门，听到消息，仿佛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整个脑袋一片空白。婉婉，还记得当年的事吗？骆婉婉迷茫地环视四周，一看到顾临川，她尖叫着躲到骆楚瑶身后。姐姐，就是他给我灌药的。骆楚瑶顿时心头一痛。姐姐，就是他给我灌药的。骆楚瑶顿时心头一紧，目光凌厉，眉头皱得死死的。顾临川吓得连连摆手，不是我，那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周云婷，他和我长得一样，你认错了很正常。可能是骆楚瑶在身边的缘故，骆婉婉渐渐镇定下来，她盯着顾临川的眉心，坚定地摇头。你骗人，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放我走的大哥哥眼尾有颗泪痣，你没有。你哥哥见我可怜，叫你放我走，你却偷偷给我灌药，陷害我。你可能不知道，我身体特殊，虽然昏迷，但意识一直在。我和顾临川是同卵双生，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眼尾有泪痣，他没有。不是我。顾临川被他的话弄懵了，整个人瘫坐在地，浑身止不住的发抖。下一秒，他被怒不可遏的骆楚瑶拎着脖子甩到门口，头撞在台阶上，直接刮下一层皮。顾临川，你骗我！骆楚瑶怒吼着，杀意毫不掩饰。顾临川痛得抱头缩在地上，惊恐又害怕。可是已至此，他索性破罐子破摔，捂着流血的头狂笑起来。咱俩都有了儿子，你还想杀我？哈哈，骗了你又怎么样？我哥现在估计早炸死了，最后还是我赢了。这句话让骆楚瑶瞬间清醒，他意识到自己刚才干了什么，浑身血液都凝结了，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云婷，等等我！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飞结了，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云婷，等等我！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飞车狂飙，一路上不停给保镖打电话，却始终没人接，心里的恐惧被无限放大。他急得一拳砸在方向盘上。云婷，千万别出事！从没这么恨过自己，早知道该把事情查清楚才对。半路上，他和骆清然的接亲车队撞个正着，不经意一瞥婚车，他猛地来了个急刹，也不知为何停下，皱了皱眉，还是重新发动，和头车擦肩而过。头车里的我这才松了口气，短短10几秒，后背早已湿透。骆清然偷偷给的药膏果真厉害，不到1个月，我右手的断骨都快接上了。虽然还没好透，收拾个保镖却绰绰有余。离开骆家没多久，我就摆平了保镖和司机，顺利坐上了骆清然安排的婚车。至于那瓶酒，早就让骆清然的人送回了骆家。骆楚瑶，你害我父母的仇，终于要还了。20分钟后，骆楚瑶赶到骆清然别墅门口，没发现自家婚车的踪影，他急得赶紧掏出手机查司机定位。打开手机定位那一刻，他愣住了，婚车显示居然已经回了骆家老宅。云婷，等等我！他立马驱车赶回去，刚到家门口附近，就听到一声巨响，骆家老宅在他眼前瞬间变成废墟。爸，婉婉！骆楚瑶脑子里一片空白，崩溃的跌跌撞撞冲了进去。父亲和刚醒的妹妹还在里面啊！大小姐一个虚弱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猛地停下回头，发现早上在我的婚车司机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我们中计了。骆清然要嫁的其实是周云婷，她是假装瞎子，半路打晕我们上了骆清然的婚车。我赶回来报信还是晚了，他的人已经把酒瓶炸药送回了骆家，咱们骆家毁了，咱们黑帮的调遣令也被骆清然的人抢了。大小姐快逃！孤岛那些叛徒要是放出来，肯定回来报复骆家。司机说完最后一句话，
终于咽气，接连打击让骆楚瑶差点晕过去。他脑子乱成一锅粥，突然意识到刚才在路上已经和我错过了，猛地转身，眼睛通红，撕心裂肺的嘶吼：“云婷，别走！”他还没重新上车，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已经把他团团围住。哈哈，骆大小姐，好久不见！骆家已经被骆清然夺了权，他现在把你交给我们收拾。兄弟们，上！为首的叛徒一声令下，骆楚瑶被他们摁在地上，拳打脚踢。他们要把在孤岛里受过的苦全还给他。滚开！骆楚瑶拼命反抗，果断抢了他们的枪，跟他们死拼。可对方人数太多，他很快撑不住了。就在他快被抓住的时候，骆家最后几名保镖冲了出来，用血肉之躯为他杀出一条路。二小姐他们已经被老爷子秘密送出去，就在河对岸。老爷子让我们断后。大小姐，快走！骆楚瑶回头看了眼追来的恶徒，心里明白这几名保镖根本挡不住，没办法，只能跳江逃生。在河对岸，他果然见到了骆婉婉和顾临川父子。姐姐，为了救我们出来，爸爸已经被杀了，他还联系了旧部，让我们暂时在这等救援。此刻骆楚瑶已是身无分文，几人躲在废弃工厂里苟且度日。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我对他的背叛，经常趁出去找吃的时打听各种消息。当年骆家找回来的私生女手段不一般，才几年功夫就把骆家翻了天。听说她很爱她的新婚丈夫，今天下午2点就要带着丈夫坐直升机走，去她老家定居。听到这消息，骆楚瑶脸色一变，果断丢下吃的，飞奔机场。他对我感情复杂，既恨我害他家破人亡，又死活舍不得放下。云婷，我绝不让你走。这时，身后传来居民惊叫：“不好了，对面工厂被一伙人闯了，现场血淋淋的，带走了一男一女，还有个孩子。”骆楚瑶脚步一顿，心里挣扎了一番，还是选择放弃找我。顺着居民的线索，很快找到了他们。带走他们的正是孤岛里放出来的恶徒之一赵子嫣，曾是骆楚瑶的助理。恶徒之一赵子嫣曾是骆楚瑶的助理。顾临川抱着孩子跪地求他：“子嫣，别杀我和孩子，这孩子是你的亲骨肉。”赵子嫣冷笑一声，抬脚把他踢飞几米远。还敢骗我！早年我撞破你给骆婉婉下毒，你勾到我求我别举报，还保证给我一大笔钱。结果你成了骆楚瑶的男人就翻脸不认人，找理由让我被关进孤岛。现在求生就胡说八道。顾临川肋骨断了几根，疼得脸色惨白，怀里的孩子也吓得大哭。眼见赵子嫣越来越烦，他豁出去了，全说了。真的，我没骗你，不信你带孩子做个亲子鉴定。我给骆楚瑶下药，可他心里只有周云婷，不让我碰她，所以我又下药迷晕她，把我们以前做的试管胚胎移植到她子宫里。赵子嫣惊得下巴都快掉了，盯着她怀里的孩子又惊又喜。骆楚瑶再也忍不住，一脚踹开门。谁？赵子嫣脸色一变，立刻掏出手枪，还没等她开枪，手就被骆楚瑶死死拧住，反手夺枪，直接给了她一枪，脑袋开花。顾临川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看清来人，脸色瞬间煞白，惊恐的往后退。顾临川，你为什么骗我？骆楚瑶举枪指着他，步步逼近，情绪随时要爆炸。楚瑶，别杀我！我哥什么都比我强，我不服，只要是他的我都要抢。早就看你喜欢我。我哥什么都比我强，我不服，只要是他的我都要抢。早就看你喜欢他，只能先用骆婉婉让你恨他。虽然你被我抢到手，可你梦里叫的都是他的名字，我气疯了。偏偏那会儿我和赵子嫣做的试管胚胎成功了，我就想用孩子拴住你。他忍着剧痛爬过来，哭得撕心裂肺。骆楚瑶却毫不动容，怒吼着一把把他推开，毫不犹豫扣下扳机。你去死！枪声响起那一瞬，顾临川动作极快，把五花大绑的骆婉婉拉到自己面前，子弹穿透了他的头颅，鲜血迸溅。姐姐！骆婉婉瞪大了眼睛倒在他面前。婉婉！骆楚瑶崩溃的抱头怒吼，满是绝望和无助。突然，他像疯了一样冲着顾临川和孩子狂扫枪。顾临川，我要你死！直到弹匣打空，他才颓然跪在骆婉婉尸体旁大哭。这时，孤岛的恶徒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他轻松制服，割断他手筋脚筋，关进孤岛。这些人时不时上岛羞辱他，却又故意留他一条命。在这里，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神经绷得要断。被逼到极限，他甚至喝过自己的尿。一次逃亡时，他在山洞发现了我的衣服碎片，还有山壁上的旧血迹。很容易想象，我当年也是这样在孤岛上苦苦挣扎。愧疚和悔恨涌上心头，他握着那块布，泪水迟迟未落。云婷，对不起，半年。愧疚和悔恨涌上心头，他握着那块布，泪水迟迟未落。云婷，对不起。半年后，他父亲的旧部终于把他救了出来，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可从那天起，我这边的组织却不断被报复，基地也多次遭到轰炸，组织还下了死命令，谁能取下对方头子的命，立刻记一等功。3年后，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一辆黑色豪车，车窗缓缓降下，露出骆楚瑶冷艳的侧脸。他吐了个烟圈，眸底闪过危险光芒。周云婷，我回来了。和骆清然结婚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是组织安插在骆家的卧底。他以前还是我邻居，暗恋我很多年，在孤岛上能复明，正是他偷偷把解毒药草埋在我藏身的地方，也是他一直暗中保护我，才没被那些恶人侵犯。这些年，我陆续从他口中打听到一些事，骆家确实有个血脉流落在外，没人知道是男是女。几年前，组织就打算安排我冒充私生子去骆家卧底，那时我才10几岁，却聪明又能打，是卧底的不二人选。他是组织培养的精英，怕我有事，主动请缨替我去。他刚进骆家，顶着私生女身份，处处受排挤，几经生死才做到2把手。没想到我有一天被扔进孤岛，他不能暴露身份，只能默默守护我。后来骆家覆灭，他带着我回到家乡，利用骆家的资源重新联系幸存者，在前辈帮助下
在前辈帮助下，组织又重建，比以前更强大。今年我也和洛清然真正结为夫妻。屋里的饭菜香气把我拉回现实，他把2盘菜端上桌，从背后轻轻抱住我。老公在想啥呢？我笑了笑，把他搂进怀里，问了心里的疑问。如果没有顾临川搅局，说不定我就和洛楚瑶结婚了。你喜欢我那么久，还为我做了那么多，觉得值吗？洛清然其实不是洛家人，除了最初伪装的狠角色，私底下极其温柔善良。他很喜欢我的主动，手指穿进我发间，声音软糯又认真。那我会祝福你，云婷，爱是成全，不是占有。我只希望你一辈子平安顺利。我愣了下，随后笑了。洛楚瑶是我青春期最美的回忆，但也是最深切的伤痛。而我选洛清然做妻子，是因为这几年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治愈了我，让我沉寂的心重新跳动。这种安慰和信任是洛楚瑶给不了的。可就在这时，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我们的平静。洛清然接了电话，眉头皱得死紧。怎么了？他很少这样凝重，我不由得担心。洛楚瑶回来了，最怕的是终究还是来了，他要复仇了。片刻之后，洛清然微微一笑，抬手抚平我的眉头，在我脸上落下一吻，神态自若。别怕，有我在，就等着抓住他这个漏网。别怕，有我在，就等着抓住他这个漏网之鱼了。3天后，洛清然收到洛楚瑶出现在我家附近的消息，立刻召集人马带枪出发。我紧张的心跳加速，下意识喊住他：清然，小心点，我等你回来。他回头温柔一笑，放心，说好了给你完整的家，就一定做到。他走后1小时，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慌得屋里来回转，心里越来越不安。忽然组织来电，糟了，云婷哥，洛楚瑶太狡猾，用一个和你背影相似的男人把洛队骗走了，现在联系不上，生死未卜。我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四肢发冷直抖，强迫自己冷静，连忙启动3年前藏在洛楚瑶项链里的追踪器，居然查到他的定位，他还带着那条项链。我心里五味杂陈，把定位发给组织后，我也开车赶过去。洛清然那边和洛楚瑶的人打得火热，现场枪声不断，危险极了。我带来的人也加入战斗，没多久，洛楚瑶的人就撑不住了，他的部下拼命护着他上车逃离。刚发动汽车，他突然探头出来，用冷冰冰的目光瞪着我，咬牙切齿地喊：周云婷！我知道他绝不肯善罢甘休，一分神没注意脚下台阶，竟从高高的斜梯摔了下去。云婷！洛清然回头，脸色惨白地冲向我，可他离我还有100米远，根本清然回头，脸色惨白地冲向我，可他离我还有100米远，根本赶不及。就在这时，汽车紧急刹车的声音灌入耳中，正当我以为要摔死时，被洛楚瑶一把接住，抓住他！洛清然急的声音都在颤抖，队友们纷纷举枪，把洛楚瑶的退路彻底堵死。见无路可逃，洛楚瑶果断拿枪顶着我脑袋，把我拽上车逃向另一条路。我方人马紧追不舍，他无奈之下把车开到山脚，只能弃车挟持我进山，一路逃到山顶，已经没路可走。你投降吧！我气喘吁吁坐在石头上，望着他，心里百感交集。夕阳洒在他身上，整个人像被染上一层淡淡的忧伤光芒。洛楚瑶落寞地看着我，许久才摊开掌心，那条项链静静躺在手里。对不起，终于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了。我猛地警觉，立刻后退。他应该恨死我了，怎么会道歉？除非另有打算。你们真的结婚了？他盯着我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突然面色狰狞，举枪就要开火。我下意识掏出袖里的枪对着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砰！枪声在山顶炸响，一条死蛇从我身后树枝掉下来。看着蛇身上的弹孔，我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回头。洛楚瑶！他苦笑着放下枪，走过来把死蛇扔远。我只是帮你杀蛇，你不是怕蛇吗？我还愣愣地举着枪对着他，走过来把死蛇扔远。我只是帮你杀蛇，你不是怕蛇吗？我还愣愣地举着枪对着他，脑子一片混乱。洛清然听到枪声，带人火速冲上山顶，脚步声似乎让洛楚瑶心头一乱。他忽然回头看我，其实我知道你是故意摔下来的，但我还是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话直接把我吓傻了，手里的枪止不住的发抖。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故意摔下去。放虎归山终究是祸患，我只能铤而走险，赌他还留着项链，对我下不去手。我赌赢了，也赌输了。别过来！他冷着脸一步步逼近，我连连后退，声音却抖得厉害。他猛地抓住我的枪，缓缓把枪口对准自己左胸，带着点诀别意味。你以为我找你是要报复？其实我最初确实想报复，可现在更想和你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云婷，我错了，不过已经来不及了。他瞥一眼冲上来的洛清然，忽然笑了，死死握着我的手，扣下扳机。现在让我成你的一等功吧。枪声在耳边炸响，眼前一片血红，他倒在地上，脸上还挂着微笑。一切终于结束了。洛楚瑶！我惊恐的抱头大叫。洛清然立刻扑过来，复杂的扫了他一眼，紧紧抱住我。没事了。这件事之后，我很久才缓过神。洛清然一直耐心安慰我，直到我们女儿出生，我才彻底释怀。对洛楚瑶的爱恨纠葛也渐渐烟消云散了。